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。7月27日，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，发行价8.66元。同一天，野村证券给出了第一份覆盖报告，直接给出买入评级，目标价116元，上涨空间超过12倍。但大家可以看一组数据，按照2026年年底预期的市盈率来算，长兴是23倍。同期美光是12倍，SK 海力士是5.5倍，三星电子5.2倍。也就是说，长兴的市盈率是海力士的4倍，三星的4倍。净利润呢？长兴的净利润跟这三家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家技术比国际龙头落后大概5年，去年才刚刚扭亏的公司，市盈率凭什么是对手的4倍？这23倍里面有多少是基本面撑起来的？有多少是国产替代这4个字撑起来的？接下来我们先把野村的这份报告的逻辑先完整理解一遍，然后再来做评判。那野村凭什么给这么高的目标价？简单来说，它的逻辑分为3层。第一层是需求端，野村判断 AI 智能体会推动2026到2030年全球存储需求增长超7倍，年复合增速超60%。第二层是供给端，野村判断全球存储产能年复合增速撑死了到30%到40%，跟不上需求，缺口会持续存在。第三层是长兴的市场份额增长空间，长兴的产能增速40%到45%，高于行业平均，全球份额将从约10%涨到2028年的18%。野村据此预测，2028年长兴科技的每股收益将在5.8块，给20倍市盈率，目标价在116元。野村的3层逻辑环环相扣，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野村证券的这份报告。我们先说第一层需求端，这也是野村整份报告最核心的假设。如果这一层假设不成立，那后面的2个假设都不用看了。对于需求端，野村的结论是，AI 推理带来的存储需求年复合增速会超过60%。2026年到2030年，整体需求规模涨7倍以上。那么野村是如何得出这个数据的呢？他把一个 AI 智能体完成一次任务的完整流程拆成了8个阶段，从接收用户指令、加载模型参数到推理思考、调用工具，多轮循环。每一个阶段内存都在被消耗，尤其是在多轮循环这一步，AI 智能体为了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，可能会自己跟自己来回好几轮，每一轮内存占用都在往上叠加，峰值直接逼近硬件上限。因此，野村认为 AI 推理带来的存储需求不是一个线性增长，而是几个变量相乘，用户数乘以使用时长乘以任务复杂度乘以 token 的消耗量。这种乘积模型，如果你有一个变量翻倍，结果就是直接翻倍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任何一个变量如果砍半，结果也会直接腰斩。那具体的数据该怎么算呢？野村先推出了一个需求天花板，2030年智能体的任务量比2026年增长50倍，然后再往下打折，各种省内存的技术，什么 KV 缓存量化、分组注意力、提示词缓存等等。野村的判断是，实际落地撑死了省个4到5倍。综合下来，即便打满折扣，2030年存储的需求也比现在增长超过10倍。就算非 AI 领域需求零增长，光 AI 一个场景就能把2026年到2030年存储需求复合增速拉到60%以上，整体需求规模涨7倍以上。野村甚至引用了 Cloudflare CEO 的说法：机器人的网络流量已经超过了人类流量，
如果 AI 能自主执行任务，需求上限还能再往上翻。虽然呢，野村用这套框架构建了60%的需求增速，但是呢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，野村的每一步推理都是在假设之上再叠假设，反复叠加。接着我们看第二层，供给端。如果需求真的是60%的增速，供给能跟得上吗？野村的答案是跟不上。建一座晶圆厂，不是说有钱就能建的。洁净厂房、光刻机这些核心设备，高纯度化学材料，还有工程师等等，每一样都是瓶颈。按照野村的测算，存储每新增1000片晶圆的月产能，就需要大约1亿美元的资本开支。全球存储厂商的比特产能年复合增速，最多也就只有30%到40%。那么这中间20%到30%的供需缺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管哪家存储公司，只要能生产就不愁卖。野村还给出了一个佐证：过去15年全球存储厂商的资本密集度，也就是资本开支除以营收的比例，历史上一直都在25%到45%之间波动。但2026年这个数据预计会降到只有15%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行业赚的钱会远远超出它扩产所花掉的钱，供不应求，短期内会逆转。第三层就是长新的市场份额增长空间。在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，长新能抢到多少市场份额，能增长到什么程度？野村预测2025年末，长新月产能280千片晶圆，2026年末会达到350千片，2028年末会达到550千片，2年翻倍。比特产能增速40%到45%，比全球行业均值高出差不多20%。按照这个速度，长新的全球市场份额将从现在的大约10%涨到2028年的18%，逼近美光20%以上的份额水平。盈利能力方面呢，长新目前主流工艺是16到17纳米，DDR5的良率大约是80%，晶圆均价大约是14000到15000美元。野村预计工业迭代到14到15纳米后，2027年到2028年的晶圆均价会涨到2万到25000美元。叠加产能扩张，满产运行。2028年，野村预测长兴科技的每股收益会来到5.8块，给20倍市盈率的话，最终得出116元的目标价。以上就是野村报告3层逻辑的全报。基于这3层推演，野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长兴科技的目标价是116元。但是我们冷静想一想，野村的这套逻辑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？我认为呢，接下来这3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报告的论证的严谨性。不是说野村这份报告的结论一定是错的，而是说它的逻辑是有边界的，是无懈可击的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估值问题。野村给长兴科技20倍市盈率的逻辑是这样的：美光科技过去5年的估值中枢大概是10倍，A 股公司的估值一般是每股的1到3倍，所以呢，长兴科技应该值美光的2倍，也就是20倍。那么这个逻辑的问题在哪里呢？A 股溢价1到3倍是市场定价的结果。如果说我们把一个结果拿来当原因，就等于用温度计证明今天天气很热，它反而绕过了那个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，那就是长兴科技凭什么配得上这个溢价？而且报告中野村自己也承认，长兴的技术落后美光科技大概有5年的差距，单晶圆产出的裸芯片数量只有美光的几分之一，也就是说盈利能力更弱，技术代差更大，但是长兴的市盈率要更高。因此呢，我认为这个等式的后半段，从基本面上来讲，可能不太容易成立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一边降价抢市场，一边涨价提利润，这2件事到底能不能同时做到？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
野村一边说长兴的产品卖的会比海外龙头便宜0%到20%，靠价格优势来抢市场份额，但另一边又说，随着工艺进步，晶圆的平均售价能从14000美元涨到25000美元，涨了超过50%。那存储涨价靠什么？靠工艺迭代，芯片密度提高，单片晶圆上能切出更多的颗粒，这在技术上是说得通的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存储的单颗粒价格在下行周期里跌了，靠密度提升带来的均价上涨，能不能完全对冲？因此，对于这一块，野村没有进一步做敏感性分析。如果说这个假设出现了偏差，那么长兴科技116元的目标价就要打折扣。第三个问题就是光刻胶，长兴科技如果要往12纳米以下的先进工艺发展，需要高端光刻胶。目前呢，这个市场几乎被日本企业垄断。野村在报告里面也写了，目前呢，国内暂时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。那么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。如果因为贸易制裁拿不到高端的光刻胶，而且现在目前来看，这可能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概率事件，那么不仅仅长兴科技上海的新产能没法扩建，连现有产线的良率都会受到影响。对此，野村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极限的假设情景。如果说长兴科技上海200千片的产能全部推迟，营业收入预计下降13%到14%，净利润下降30%左右。但它只算了产能推迟，没有算光刻胶断供波及现有产线的可能性。而且野村的这个极限情景是用来佐证基本面还是能够支撑的。这意思就是，即便最坏的情况发生，也只能影响长兴科技30%左右的利润。但是呢，我们反过来想，如果最坏的情形发生了，市场会给长兴科技的估值是怎样的呢？可能那个时候长兴科技的市盈率可能就不是20倍的问题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觉得有一个逻辑需要大家重视的，那就是国产替代。大家可以想一下，长兴科技为什么给了这么高的估值？除了它现在基本面确实不错，存储行业呢整体处在一个上升周期之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国产替代。我认为呢，国产替代这块要分开两部分来看，一部分是市场的情绪。长兴科技刚刚上市，只有6.7%的股票在市场上流通，而且 A 股就这么一家存储标的，短期炒作的情绪是很强的。这部分的溢价是交易出来的，是基本面挣出来的。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真实的产业趋势。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会马上消失，国内目前存储的自给率现在只有30%左右，而长兴科技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能量产通用存储的公司，这部分的支撑是实实在在的，它不是概念，是需求。问题在于呢，这两部分呢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精确的做一个区分。那国产替代是指5倍的市盈率还是15倍的市盈率？现在呢还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答案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，情绪这部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消退。关键的时间点就是限售股的解禁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，6个月后，往下申购的70%会解禁；12个月后，第一批战略投资者解禁；18个月后，第二批战略投资者解禁；24个月后，承销商的持股解禁；36个月后，战略配售全部解禁，绝大部分的原始股东也全部解锁。一个股票起码要有2/3的股份流通，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定价。而长兴科技目前只有6.7%在流通，距离那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理性的看待长兴存储现在的估值，并且要冷静的认识到，它现在的基本面在整个存储行业的市场定位，才能对它形成比较成熟的定价。最后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回到我们这期视频最初的问题：
野村证券给了长兴科技116元的目标价，到底该怎么看？我个人的判断呢，这个价格其实是偏乐观的。长兴存储毫无疑问是一家好公司，是中国大陆唯一能量产通用存储的企业，处在一个 AI 驱动的存储超级周期里。国产替代的逻辑呢，也有真实的基本面支撑，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但是，好公司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是好价格，即便在牛市里，也有可能会吃到熊市的跌幅。目前呢，长兴科技现在的市占率只有10%，HBM 的良率和国际龙头差距也是真实存在的。目前呢，23倍的市盈率里挤着大量的结构性溢价、低流通盘、A 股稀缺性、国产替代的情绪等等，这些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松动。尤其是限售股解禁的节奏表上，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估值回归的推力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收藏和转发。这里是深水区财经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